数月来，每逢夜半，总有个熟悉的身影踏进我的梦境，与我走进情人间的亲密室。你是谁？妹妹怎么这样不乖？还想要逃到哪里去？白宗辰，微凉的纸，清冷的月，红袖张暖，满是阴影。那高高在上的胸膛，要拉我入深渊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小姐，又做噩梦了。小姐自居万安寺祈福回来后，便时常梦魇，不得安睡。我去报老夫人，寻个大夫给小姐瞧一瞧吧。采薇啊，我妻小寄人篱下，还是少为叨扰祖母。过段日子，自己便好了。金堂妹妹，我带了灵芝来给你探病。二公子，感谢景明哥前来探望，只是这灵芝太过贵重，金堂不便收下。采薇，看茶。二公子亲自送药，你这般拿球送给谁看？还不赶快去入药！可还不快去！妹妹，你身子不爽，我略通岐黄，要不给你瞧瞧？景明哥自重，这样一律不合。金堂妹妹，我信任你已久，莫要拒绝我。景明哥哥，老夫人，二公子又对行路进行许愿了，求你救救我家小姐吧！求你了！世序多时，海棠花也该开了。别给脸不要脸！行路腹中已有了我的骨肉。可祖母执意让我娶了正妻之后才纳妾，我这西院里刚好缺你这么一位正室，我诚意来求娶，却我不识抬举。妹妹早晚要嫁入西院，不如早些学习闺中之道。你我姐妹二人共侍一夫，岂不美哉？你们这么做，就不怕被祖母责罚吗？祖母此刻恐怕正帮我们挑选大喜的日子呢吧？我不嫁！你做什么东西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的衣裙皮肉，哪个不是佩服施舍给你的？就算你的清白给了我，也抵不过佩服给你的赏饭之恩。你快住手！大公子下旨回府了。小姐，沈金堂，你逃不掉的。这裴府，没人能救得了你。走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别难过，肯定有转圜的余地。采薇，大公子，他当真回来了吗？大公子要回来了，都打起精神！公子素来喜庆，门庭要整洁，赶紧掌灯。是。大公子好，大公子好，大公子好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大公子可要先去找沈姑娘。院里说了，二公子白日里去过沈姑娘那儿。他不喜学行为，我换身衣裳再去。是。灼灼桃花，轻
哥，你回来了。怎么又不穿鞋子？听闻哥哥下职，一时间着急。冒冒失失的。我可以自己走。夜深路重，你身子弱，当心落下病根。兄长少年重臣，年纪轻轻便担任首辅之职，裴家一门荣辱，皆系你身，定然身心乏累。青堂无以相帮。这香囊是我亲手做的，可以驱脾醒神。无事献殷勤，有事求我。祖母有意将我嫁入西院，我不想嫁。兄长在家中为嫡为长，向来最得祖母器重，可否帮青堂退了这许亲之事？这些年，妹妹也是知道的。求我办事，报酬可是很昂贵的。你拿什么给我换？青堂明白，凡兄长所愿所想，只要青堂能力所及，我什么都愿意交换。什么都愿意？什么都可以，我可立字为据。可我若说不让你嫁给裴景明的条件，是做我的女人呢？哥哥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从不与人开玩笑。可是在我心中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兄长，我们可否换种交易？你还有什么能交易的？沈清堂，你莫不是忘了8岁那年，你已经拿你的一切换过让我救你一命。我个兔子急着赶来哪吒一下。我没有哪吒，祖母与裴老夫人曾是手帕江，我家人都落在过世了，请裴老夫人收留。开门！老实点，还能给你卖个好人家。在我裴府门口干什么？裴大公子，我闺女她不听话乱跑，我教训她呢。快走，快点走！我不是她女儿，我是沈家女，求你，求哥哥救我！裴家从不收无用之人，你要我救你，你能付出什么？一切，我愿付出我所有的一切。从此，你就是我的妹妹，我护你安乐无虞，你只能忠心于我。若非死别，不背叛，不相离。沈清堂，痴心妄想，今日的话，哥哥只当是没听过吧。沈清堂，你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连你的命都是我的，你还想逃到哪里去？妹妹在这样的故事，还想要逃到哪里去？不可能，那只是梦。祖母约定的婚期还有半月，那就以此为限。你若点头，我会继续为你摆平这一切困难。与你所想，同这些年一样。但你若不肯，你嫁去西院的事，我绝对不会插手半分。小姐，大公子他对你也有情，这或许是件好事呢。可在我看来，这情谊不过是下一个火坑。我绝不会答应他，也绝不嫁去西院。行路姑娘，今日怎么不见景明哥哥跟你一起啊？怎么这么着急勾搭景明哥啊？别忘了你是个克死爹娘的扫把星，即便能嫁来西院，也只配给我做洗脚婢。你不过是仗着肚子里的孩子，才能够在西院里小人得势。可你干的那些无美苟合、珠胎暗结的阿杂事，就连风月场里的继子都做不出。我虽然是裴府收养的孤女，但是想收拾你们母子，有的是办法。
你想做什么？你敢谋害我和肚子里的孩子，想替我告诉景明哥！说，谁可以拦下首府大人的？说话呀！你的妻女在我手上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开口求饶的机会。你这小小之徒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现在说的每一句无用之言，你的妻女就会断一根骨头。平南王，派我来暗杀你的是平南王。他说你是当朝野心帝臣，权势过甚，终有一日会为秦。国走。大人，卷宗上写，此人一介草莽，谋财害命，自尽而亡。是。大公子不好了，府里走水，沈姑娘出事了。沈的不幸死了！哎呀，先别不要紧，你不能帮我宠得主干啥？走。沈清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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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堂。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清堂自己不小心误碰了杂物间的烛火。是星露，肯定是星露把姑娘锁进杂物间，故意纵火的。你们邪学院少血口喷人！我也看到了，就是行路姑娘。今日我上职，路过杂物间时，看到清堂姑娘被推进杂物间，是行路拼命抵着房门不让她出来。之后不久，杂物间就突然起火了。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把自己关起来的，我没有。我家小姐并非痴傻，她怎么可能自己把自己锁进去呢？也是近日府中流传说要我家小姐嫁入西院，行路这才结合我家小姐，故意放火的。还请老夫人和大公子为我家小姐做主啊！老夫人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，他仗着这张无辜娇弱的脸，欺骗了你们所有人。他就是个疯子，迟早会把裴父给害了。我看有些吓人，还是嫌自己的命太长。这种空穴来风之事，都敢王口拔舌，肆意攀咬，这种人留不得。杖毙吧！什么？行路腹中也怀有裴家骨肉，怎么？此等小事不值得闹出人命来。沈清堂是我当年亲手带进裴府的，她就是裴府名正言顺的贵女小姐，是我裴从之的人。日后若是有人趁我不在，再敢对她心生歹念，你们知道后果。所幸今日并未出大乱子，还不快带清堂去治伤？此事事出有因，还未得结果。将裴景明还有他的丫鬟全部押入祠堂罚跪，未经我的同意，不得审处。是。这伤看着着实可怕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呀。小姐，我明明移走了那些酒罐，怎么火势还是这么大呀？这伤是我自己烫的。啊！这局要做就得做绝，火烧得越大，越能让众人知道行路心机歹毒，不能相处。老夫人才会对裴景明的亲事有所忌惮，短时间内不敢再逼我了。老夫人，二公子已经罚跪半夜了，大公子还没发话，都怪行路的丫鬟坏了事。原本就算大公子再偏爱沈姑娘，他也不好明面上驳了你。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怕是会落人口舌。我没想到从之竟会这么惯着一个养女。沈姑娘一向谨小慎微，若往后恃宠而骄太过，恐怕更难为你所用。还疼吗？清堂无事。我看看。真的没事。
多谢今日兄长相救之恩。我记得妹妹原先不是这么会算计人的性子，这便是妹妹想出的脱身之法。果然，什么事都瞒不过兄长的眼睛。你擅长调香、弄火，懂得如何事大而不致命。这个办法实在是愚蠢。我原本以为妹妹只会对我狠，没想到妹妹对自己也一样狠心。若是下次妹妹要杀人，那是不是也先往自己身上捅一刀？青堂只能如此。沈青堂，从你8岁入府，答应我誓言的那一刻起，你就是我的人。身体发肤，千玺无疑都是我的。你怎么敢不经我同意，一身死去？青堂对于兄长只有兄妹之情，救命之恩，青堂可以尊你、敬你，但是我们之间无关风月。你要干什么，裴宗志？你对我无情，可我对妹妹的情，妹妹好像一清二楚，甚至为你所用。既然你利用了我，便得偿我。裴宗志，放开我！裴宗志，石敬瑭思虑不周，还有半月，容我再做思量。好，那我就等着妹妹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看来唯有摆脱侯府，才能彻底自由。这怎么又有一道新声啊？方才只有大公子来过，可他不是一向最疼爱小姐的吗？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可怕啊？他从来都是最可怕的那个。15岁的雨夜，只有我看到了传闻中被贼人刺死的裴大人，究竟死于谁的剑下？我不会说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背叛你的。从此我明白，任何人都只是裴从之的棋子，我也不能幸免。姐姐，姐姐，哎呦，你可担心死我了！哎呦，府中走水那几日，我陪母亲去了望安寺小住，竟是没能看护住姐姐。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休养了几日，已经好了。太好了！今夜宫中正好有中秋夜宴，姐姐陪我去散散心吧。我素来很少出这院子，还是算了吧。去吧，姐姐。这宫宴啊，可是高门贵族的相看宴，京中有学名才识的好儿郎都会去。多少女眷想在今日觅得佳婿，可我除了太子哥哥吧，一个也不认识。那个从之哥哥是个死鱼脸，他只会管我休息，不会管我快活。你就陪我去吧，姐姐。那你先跟我说说，都有哪些名门公子会去？容我想想。撤！平南王府家的燕城世子，当真是风流倜傥，气宇不凡啊！除了那裴府的裴大首府之外，这偌大的李朝，怕是无人能及他的风采了。是燕哥哥，燕城哥哥果然从边关回来了。你这风流小马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人，让你如此唐突。
烟尘哥哥，你也来啦？是啊，姐姐慢点。烟尘哥哥，子期。这位是？怎么去了趟边陲，连青堂姐姐都不认识了？小时候捉了虫子，把人家都吓哭了，你忘了？青堂见过燕城世子。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跟在丛枝身后的跟屁虫小哭包，没想到现在出落的跟仙子一样漂亮。我小时候不懂事，吓坏妹妹了，还望妹妹千万不要计较。世子言重了。哎呀，宫宴将开，我们快些进去吧。走。哎，我与你们同去。进来。冲撞了世子，奴婢该死。是我悬人心切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世子殿下，你胸口被打湿了。世子殿下。啊，青堂妹妹不必生疏，还是像儿时一样唤我烟尘就好。烟尘哥，这些年在边关，想来还是辛苦吧？男儿戎马戍边，岂能言苦？况且边关可比京城有意思得多，风景更是壮美。真的吗？啊，我很少能出家门，更别说去边关了。想来很是向往。你若是喜欢，我一得空就去裴府找你，跟你多讲讲，如何？好。我弄脏了妹妹的帕子，还是洗干净了，下次再还给你。一言为定。好。遍寻不得，原来在这里，叫我一通好找。怎么，堂堂首辅大人，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妹妹与别的男人交好，不能与她亲近？公主眼拙了，臣只是在看乌云真月。你既无他想，本宫正有意请皇兄成全燕城世子与青堂妹妹的亲事，青堂妹妹定会欢喜。这是裴府的家事，不劳烦公主操心。本宫就见不得人受委屈，偏要成全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那自家妹妹，为兄定会相护。护得了一时，你以为能护得住一世？那且试试。裴同志，你怕不是忘了父王许过我们的婚约？临川城来的破落户还是皇家两陪？你怕不是到现在还分不清吧？分不清的，怕是公主殿下吧？臣还有事，先行告退。青堂妹妹，这里憋闷得紧，不如我们去花园叙叙旧，正好给你讲讲大漠风光。好。那我去院内等你。事到如今，高家远走，未尝不是脱身之策。沈清堂，你的考虑就是去外面勾引别的男人，仗着我对你的纵容，你越发得寸进尺了。所以，你宁愿去求助和相信别人，也不肯向我服软。你到底所求什么？到了当嫁之年，青堂还能求什么？不过求一个可嫁之人。嫁人？我远了吗？有我在，你何须去找别人？不理又如何？难道哥哥要为了我退了与昭和公主的婚事吗？看吧，哥哥连自己的婚事都主宰不了，又何苦来勉强我？是我偏要勉强了。沈清堂，我心悦你，与我的婚事有何干系？所以，哥哥说心悦我，却并不打算给我一个名分，是吗？你在乎？不在乎？我不是从来也不配在乎吗？
婚事并非儿戏，还需从长计议。还有，燕城世子并非良媒，从今日起，不许与他来往。平南王今日拜师回朝，是要在京中贵女中为儿子燕城落一桩好婚事。平南王所求，绝非如此简单。我与燕城世子一见如故，我就是要嫁给他。沈清堂，你不如再大声点，告诉你那一见如故的燕城世子，你我如今是何种情状？回去。清堂见过昭和公主。你脖子上这是什么？许是蚊虫叮咬留下的痕迹。哦，是吗？不日与云国的大比，清堂妹妹可要来参加？我看你与燕城世子交好，正好你们一同前来赏玩。公主相邀，清堂定然前往。那臣女告退。沈清堂，我会让你后悔招惹了的。你笑起来，原是最好看的。但这笑容，我也是许久未见了。久到我都忘记妹妹原先是一个心性无染、婉尔纯真的姑娘。你已是裴府的小姐，何须在这志向会散？有我在，足以让你一生无忧。可我不能一辈子都依靠着哥哥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离开裴府，自力更生。离开？我竟不知妹妹何时起存了这样的心思。妹妹的生辰契愿里是从何时起？没有我的。自是从懂得男女之别，懂得自由，懂得尊严开始。自由？你休想离开我！你是我的，也只能是我的。裴宗之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们只能是兄妹。我要的可不只是兄妹，我要你成为我的女人。你妄想！你只能在我的掌心里生死沉沦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我都必须离开这里。清堂妹妹，燕城哥哥，昨日我在院中等了许久，却未见清堂妹妹来，我还以为是你厌弃我了。燕城哥哥这般好，我怎会厌弃？是清堂不胜酒力，先行回府了。还望燕城哥哥莫要介怀。我怎会介怀？只要清堂妹妹还愿与我相交就好。啊，这副袖剑方便你随身带着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可以替我护你周全。多谢燕城哥，我定会日日带着。想必那便是裴家养女沈清堂，果然一副好姿容，无怪乎我儿为其倾心呢。平南王是从何时学的以子为饵的微末手段？不知是何居心。裴大人，什么以子为饵？分明是郎情妾意，本王乐见其成。本宫亦早有此意，既有父母之命，
那本宫就来做个谦和的媒寿。长兄如父，我自会为清堂选一门良缘，无需他人插手。多谢赐教，承让。唐国勇士上！好，陛下，刚才比的都是你们擅长的招式，你们的勇士敢不敢比一比我们云国的招式？世心鞭，世心鞭。皇兄，这世心鞭是将掌鞭者的挂心人之物为靶心，一较高下。听闻燕城世子善使长鞭，正好借此机会扬我国威。燕城世子的心上人正巧也在现场，清堂妹妹，你可愿陪燕城世子一同参赛？臣女愿意。裴大人可要为令妹求求情啊！不需要。看来他在裴大人的心中也不过如此啊。清堂妹妹，你可信我？自是信的。为了你，我定要赢。快看，有灵火！清堂妹妹，你还好吗？燕城世子，此事因你而起，若你无能，就请离他远一点。清堂，清堂，陛下，靶心之中有灵火，怕是有心之人想借此之事挑拨两国关系。臣恳请陛下终止比试，找出幕后主使。允了。我带你走。清堂，我自己可以。拿来。这是御赐的良药，一会儿便可缓解疼痛。你可知，方才我若晚来半分，你连同那件衣服都会化为飞灰。可哥哥明明知道此事是昭和公主所为，还故意纵容她，不是吗？若非如此，你怎知那燕城根本护不了你半分？昭和公主是因为哥哥才屡次针对我，哥哥倒不如与我保持距离，做回一对寻常兄妹，早日娶了昭和公主，我才不会成为他的眼中钉。你就那么盼着我娶别人？哥哥与公主的婚约是皇家御赐，轮不到清堂来指挥。但他因你而针对我，哥哥若是不早日娶她，便是把我当做他仇怨的靶子，这样的鸿门宴便会不止不休。我说过，我想要的只有你。若是你答应，即便是御赐的婚姻，我也会设法取消。青岛，你没事吧？走开，别碰我！不对劲，这令反正肯定还掺杂了别的东西。看来他不只是让我受伤，还要我受尽羞辱，丢人现眼。别碰我！青桃妹妹，青桃妹妹留步！燕城世子，怎么，他便可以，就我不行？青桃妹妹留步！今日是我不对，是我学艺不精。我这有上好的金疮药，妹妹可拿去疗伤。你若偏要见他，我不介意让他上来看看我们这风月做的。燕城哥哥，青堂无碍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多加保重，改日我再去府上探望。妹妹若是难受，不如许我来当你的解药。
妹妹倒是真厉害，宁愿自伤，也不肯让我碰你一下。我心愿严惩世子，此生非他不嫁。沈清棠，今日我可以不碰你，但你记住了，你这辈子只能嫁给我。白宗之，我们是兄妹啊，你怎么能……我能，并且要定了。小姐，在家。小姐，你别吓我，大公子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白宗之，你远比裴景明更加我害怕，我一定得离开裴府，离开你的掌控。公子，派出去的人手来报，金堂姑娘身世如他所说一致，确实是临川的调香世家，父母皆死于瘟疫。若只是如此，那平南王为何几次三番的暗中调查他，还让他与燕城交好？哪怕掘坟3尺，寻尸问骨，也要寻得真相，不能再让任何人染指靠近他。是。见过昭和公主。听闻清堂妹妹昨日在比武场上受了大惊，身上还留了疤，本宫实在放心不下，这才想要妹妹进宫。多谢公主记挂，一点小伤，清堂已经无碍了。怎会是小伤呢？女儿家的身上留疤可是顶大的事儿，多难看啊！本宫近日得了一批异域贡花，听闻这花的花露对灼伤的伤口有奇效，可是花露采集下来就失效了。不若本宫亲自给你试试。公主，臣女的伤真的已经无碍了。公主会有些疼，但为了痊愈，妹妹可忍着些。好，起来吧。好了，妹妹，望望这花露，有效。清堂，谢过公主。昭和突发毒疹，无法见人，是你做的。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可知昭和并非西苑的行路？东宫若失范，妹妹有几个脑袋够掉的？半月见不得人，可不止1000。哥哥放心，这次我做的比上次更加隐蔽一些。若只因为我是养女，身份卑贱，他便可欺我辱我。若我只能一味的忍耐闪躲，清堂心有不甘。如此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为何不与我商量？求哥哥帮忙的代价，清堂付不起。只要你愿意开口，无论什么事我都应你，什么事我都能为你做到。可是哥哥，你始终不明白，我并非你的宠雀馥郁，我想要的可以靠自己去实现，而非依仗他人，手指车轴。手没事，腿呢？脚呢？我没事了。我看看。
烟尘哥哥，我当真无碍，伤已经好全了。你无碍就好，都怪我害你陷于惊吓和危险之中。然而这事不怪你，烟尘哥哥不必自责。你当真不怪我？那就好。我最近总是睡不好，一心想着来找你。哦，上次你说你喜欢大漠的无拘风光，我便托人做了这个，有他陪你，或许能让你开心。来，风烈追星低弄影，双提竹电去无声。若我也能像他们这般自由自在，该有多好！烟尘哥哥，多谢你，这灯我很喜欢。啊，你喜欢就好，往后只要是妹妹喜欢的，我都去为你寻来。之前老夫人只期着子期姑娘嫁入宫中，没想到这沈姑娘怕也是不同从前了。不愧是我裴府教养出来的好姑娘，惊堂果真入了世子的眼。若咱们真能与他们定了亲，更可为从之在朝中增添裨益呀。可这沈姑娘的出身家世终究无法改变，平南王当真能同意？从之父亲还在世时，我们两家走动颇多。如今燕城世子回到京城，也该延续两家世交之情，亲上加亲才是。我父亲也是这样嘱托，所以最近多有叨扰，还望老夫人不要嫌我。府中小辈里，属清堂最为乖巧。如今姑娘年岁也大了，老夫人正筹算着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抬一抬身份，好以嫡长女的身份许个好人家呢。祖母，老夫人，何须别的人家？我心悦清堂已久，愿护她终生。若老夫人恩准，我不锐便央求父母，请他们前来提亲。如是世子，老身倒是放心，此事甚好啊。不知清堂丫头的想法呢？婚姻大事，清堂但凭祖母安排。烟尘哥哥，你刚才所愿所想，可是真心？当然是真心。自那日宫门重逢，我便对妹妹一见倾心。我呢，只要认定一个人，便会金石不渝。只要你也有此心意，我定倾尽所有。祖母的意思，就是清堂的意思。真的。清堂，我定不负你。公子，今日燕城世子又来找沈姑娘了，午膳还是在老夫人那边用的。祖母何意？老夫人打算将姑娘记在大夫人名下，成为您的同亲胞妹，以此撮合姑娘与燕城世子的亲事。您一向最疼爱清堂姑娘，她能摆脱了二公子，还能许给燕城世子这样的高门贵胄，简直是一桩幸事。清堂不许许给别人，我娶她。可姑娘自己似乎已经同意这个安排了。费尽心思让采薇把燕城引进府，又掐好时间在老太太面前上演一出郎情妾意，妹妹好手动。兄长过誉了，论算计人心的本事，清堂不及兄长的万一。可是从前，你并不是这么精明算计的姑娘，这样的妹妹，我很不喜欢。是不是没了燕城，你才肯学乖？燕城世子至纯至善，还希望兄长不要将他牵涉进你我的矛盾之中。纯善。你对燕城到底了解多少？不多不少，但足以托付终身。妹妹还是单纯，相信这走马观花、稍纵即逝的情谊。你烧了这灯又如何？他从来不会像你这般逼迫我、囚困我、侮辱我。他在我的心中就是比你100倍好千倍。沈清堂，放开我！你管这叫逼迫、囚困，不叫爱？这不叫爱。你把他送给的修姐
成伤害我的利器。只要我不死，你就别妄想嫁给他。小姐，继明已逝，因大夫人常年信佛，须得择吉时于祠堂摇签，向祖宗请示询告才能定下。采薇，我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。那我陪您去祠堂拜拜，求个心安。小姐，是。看来明日是有人不想让吉签落下了。我已经换了签文，只要你配合，废除记名。我凭什么要让你如愿？你从小亲情保护，让他快意无忧长大的裴子期，若是让他知道自己是你偷情生下来的孽种，你觉得他会好过？入宫为妃前，若是此事被揭穿，你觉得又会是什么后果？你果然同你那短命的父亲一样，卑鄙无耻，不得好死！像你这样的毒妇，不正与我们相配吗？你以为我还是小时候那个费尽心思只求你多看我一眼的傻子吗？若不是裴玉当年巧取豪夺，我怎么会与爱人分离？若不是因为怀了你，我怎么会此生都被困在这囚牢？你们父子害我至此，你也别想好过！在裴府，谁都不得安乐。那裴子期又有什么资格可以独善其身？互相折磨，生不如死，这不正是你最擅长的吗？如今只不过是一报还一报。你以为你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就会感激你、爱上你吗？你如此千方百计地困住他，他只会恨你。我看的就是下一个我。母亲放心，我不会是父亲，而他也永远不会是你。方才我看到你从江晚房门外走了，你都听到了。今日所见所闻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作为交换，希望哥哥不要插手我明日记名之事。沈清堂，你为什么肯选择一个外人，而不肯爱我半分？因为我不可能爱上一个弑父的恶魔。好一个我可怕我恶魔！可沈清堂，你怕不是忘了，15岁那年是谁与我共谋，让我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？我来帮你。可沈清堂，你别忘。
堂皇、卓玉芝的气味，妹妹可还熟悉？叶长梦，妹妹可曾记得，我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你的梦中？1个月前，去王安寺祈福的路上，我们同住一家客栈。小姐，这间厢房地处优势，怕是会有不少人住。我去向店家要些驱蚊檀香送来吧。好，你之后让小厮别去睡吧，香到了我自己点上就好。好。妹妹所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对门的厢房之中，我的母亲彼时正和她外堂的情夫幽会，也找客栈的小厮要了1尾香。那夜，小厮送香却送错了房间。我本以为妹妹调香多年，会有所察觉，不会出事，故而不愿查实我母亲的那些丑事。哪曾想，妹妹却是失察，中了那香。姑娘画的是鸳鸯，还是金丝雀？鸳鸯昆禽双死，鸟雀终伏笼中。我画的是可以自由翱翔于天地的鸿鹄，无拘无束，不枉世间。小姐，公子让我把这给你，还望您能收心，别再忤逆他了。扛不住了，就敢来讹诈人家！一把金锁，就想锁我一生吗？哥哥，求你放我出去吧，都是青堂的错，我再也不敢随意出府了。背着我偷偷溜出去，还蠢到被蛇咬，不给妹妹吃一点苦头，妹妹怎会长记性？
姐姐，燕城世子亲自来迎亲了。什么？可我如今已经成不了陪府嫡亲的姑娘，她怎么会？哎呀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姐姐随我去就是了。哦，这个是母亲让我转交给你的，她心中意为求出那样的胸签，坏了你的记名而感到愧疚。姐姐千万不要怪她。此事乃是天授，我又怎会怪罪大夫人？今日世子亲自来了府中，我相信上天还是有几分垂怜于我的。只要姐姐心诚意切，一定会有好姻缘的。我们走吧。老夫人想着，既是金玉良缘，又何必拘这些繁文缛节？老夫人一直将姑娘当做亲孙女照看培养，样貌品行绝不输于任何世家闺秀。清堂在我眼中，胜却世间所有女子。子期姑娘不是也要嫁入宫中为妃？莫不如将世子与姑娘的婚事定在同日，花萼相辉，双喜临门。我自是愿意的，就是不知……好孩子，老身呐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要是你的亲祖母还在世，看着该有多开心呢！婚嫁姿势体大，祖母和世子虽然有意，但如今我才是陪府的主人，我自是要先问过清堂的意愿。妹妹既然也在，便表个态。清堂，世子，自那日宫宴重逢，我便一眼认定了你。如今你云烟未嫁，我弱冠未娶，你若愿跟我长相厮守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娶二妾。这世间情缘，多是兰因絮果，世子倒也不必急于给他这么大的承诺。妹妹还是要好生考虑，无论做什么选择，为兄都是你的退路。怎么了？承蒙世子厚爱，恐清堂无福成婚。清堂，清堂姐姐，你犯什么傻呀？清堂自知身份低微，且命签又命中待客，无法以嫡女的身份记名。我这种人，为了一己私情，却要毁了两家世代声誉。清堂不愿背负这样的负累恶名，不如知难而退，就此作罢。燕城世子，对不起。襄王有梦，神理无情。清堂既已做出选择，世子还是另选其他闺女吧。宗之，我与清堂妹妹情投意合，她今日拒我，定是她受了什么委屈，有她的苦衷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我陪府的姑娘还能被外人欺负？府内之人也未尝没可能。既是我陪府的家事，岂能容外人指点？方才的话我全当没听见，还望世子往后慎言。晏殊在，送客。是。这个真野头！放开我！妹妹怎么又这样不乖？宗之，你就一定要彻底掏空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幸福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不爱我没关系，生是生死，你我缘起难免，有没有关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
何出来的麝香吗？江文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我要感谢他，给了我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大夫人只因自己半生机遇难平，便要拉着我一同下水吗？这只发簪是大夫人托子期相赠于我，可其中却藏着能治女子不孕的麝香。子期心思单纯，想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只能是大夫人。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做这缺德事？大夫人与裴从之多年母子离心，相赠成仇。大夫人又为何因为想要对付裴从之，而对我这个无辜的局外人做出如此有损阴质之事？何必拿出一副平白受害的模样？你在裴家那群傻子面前的精明算计，在我面前就收起来吧。你与裴从之瞒着这裴府上下暗通款曲，又有什么理来指挥于我？我与他，跟夫人与外面的男人有所不同。清堂之耻，只当他是兄长，不会与他在一起，更不会与他孕育子嗣。你找错人了，我自己都被困在这府中，还想让我帮你？若是夫人不想子期妹妹的真实身份暴露于世人面前，你最好帮我。他竟连此事都告诉你了，你们连威胁人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可笑那裴从之千方百计的想要留住你，你却一门心思的想要离开他。裴从之，他果然不配得到人的真心。好，我帮你离开裴家。明日我会派人出城去寺庙祈福，你便混在队伍中随他们同去，永远离开裴家。是。您放心，刚送来的新鲜货，水灵着呢。是。哎呀，小美啊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裴府的小姐。小姐来到了花楼，你就是继子，我请你好好服侍，不答应我，你们少受点罪呀！是。阁下方才救了我，想必是与那浪荡之人有所不同。我是裴府的小姐，若是求财，救我出去之后，多少钱财都可如数支付。没想到会让你遭受这无端的羞辱。雅千雪，真的是你，把我劫至花楼，又是你的计谋吗？怎么敢做不敢认？你这么做，只会让我觉得你恶心。你走吧，即便是烂在泥沼，也不用你假意来救我。不是我。金桃，金桃，金桃，我来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都怪我不好。是我自己命不好，变成世子，别往莫瑶再来寻我，全当是从未认识过我。你可是怪我没有护好你，所以才受了这般委屈。
我今日流落花楼，青羽注定会被毁。我配不上世子，世子应当去寻一个门当户对的清白姑娘。在我眼里，妹妹就是这世上再清白不过的姑娘。女人的清誉，从来就不在这罗裙之下。燕城，没事了。今日的遭遇，你若不想说，我永不过问。但我燕城就一句话：只要你心中有我燕城此生非你不娶。没事了。裴宗志，你竟敢伤他！母亲竟敢动我最在意的人，那就让你也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。你那奸夫的命就握在我手里，你好自为之。我就是要让你永失所爱。敢有下次，永失所爱的人将会是你。姐姐回心转意便好，能嫁给燕城世子，是皇城多少女子求之不来的福分啊！他待你真心，你便珍惜，切莫因自轻错失这良缘。听闻姐姐去了趟万安寺，中途改道去了哪儿？受了风寒。我没事了。姐姐要精心调养着，万不可影响成婚啊！我倒真是心疼姐姐，但平南王府本就是君胄世家，对门楣身份没京中权贵那般在意。姐姐嫁去他们家，是顶好不过的归宿。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被掳去天水香花楼，影响成婚。去平南王府不只是好归宿，更是能救我摆脱囚笼的生路。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所以我就同意她嫁给一个外人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这还惦记着那个小贱人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个疯妇，放这么点！你敢为了他打我？打死你这个疯女人！沈清堂这个小贱人，都要嫁人了还勾着裴景明不放，我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一遭。我丈夫在燕城世子手底下当差，这2日同我说了一心密趣事。咱们府沈姑娘在去万安寺途中被掳到了甜水巷花楼，还是燕城世子亲自带人救出来的呢。哎，你别胡说，若是咱们姑娘真落到过那种地方，那平南王府怎可能还来下聘礼啊？许是世子被他勾了心窍，也不一定呢。属下派去灵川的人来报，清堂姑娘的母亲并非死于瘟疫，其颅骨处遭受重击，骨骼碎裂。瘟疫只是掩盖其死亡真相的托词。另外，在沈夫人的身上还发现了这只发钗，果然是前朝所制。据说是前朝皇帝淑妃之物，仅此一指。若前朝皇帝病逝之时，将宝藏藏匿之处告诉过淑妃，那平南王为何暗中调查清堂？为何纵着燕城接近清堂？便有了答案。清堂的身上定藏有宝藏的线索。采薇，帮我擦身吧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不能这样。那这样，裴宗志，花楼、金印，我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但你如果现在非要迈出这一步，我定会与你玉石俱焚。明日，我的准夫婿是燕城，不是你。你那准夫婿，可如你我这般亲昵？如我这般，知你身上悄悄藏着一朵紫荆。藏？你说藏？
我身上的刺青自小便有。若你我真的有过继父之情，怎会此刻才注意到？裴从之，你骗了我！妹妹如今才知道，倒不算晚。沈清堂，那晚你虽中了内枪，但真相却是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是谁？裴从之，帮帮我！灼灼桃花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，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。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。是悲是喜，是这点成空。我要的是有一天我明媒正娶，你心甘情愿。你明明没有，为什么偏要？即便那日我未曾做过什么，可时至今日，你我之间还算得上情爱吗？为何不算？如果你真的不在乎我的感受与意愿，他可以在当时便让你我之间无法回头。可你终究没有这么做，不是吗？裴从之，即便我成为了燕城的妻子，往后余生，我也还是会以妹妹的身份，真心为你祈福相助。盼你也可以找到厮守一生之人，就让一切回到正轨，好吗？沈清堂，我就想知道，这些年在你心中，可曾对我有过半分喜欢？我也曾全心托付，真心信任过。可是，于你而言，我究竟是什么？是你控制一切的玩具，还是不如你愿便可杀之弃之的工具？我们之间，即便有情，又如何抵得过家世门第，与子混育，我无比的恐惧。没有，我对你从未有过半分感情，更谈不上爱。就算你不爱我又如何？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你。我在家中等妹妹回来。采薇，还有多久到？快了，过了这个路口就是平南王府啦。一定要顺利。新娘子到！采薇，小姐莫急，我去前面看看情况。走吧走吧，平南王府退婚了。不可能！燕城世子向我裴府下了聘书，许我家小姐明媒正娶之诺。平南王府凭什么出尔反尔啊？我们要见世子。沈小姐做下什么你们不知道？沦落到甜水巷的女人，如何配为世子妃？赶紧走！小姐，他们不让我们抬脚进府，说是要退婚。沈姑娘还是请回吧，退婚帖不日便会送去裴府。我与燕城世子约好了，今日成婚。他亲口求娶，即便是不娶了，我也要等他出来，亲口与我说明
好。岁月无声，看花开花落几许。庭院深深，藏多少忧伤不羁。见过众生，见过天地，而为何今日这亲事，不曾见过非平南王不娶，而是我陪父不嫁。落日飞花，日后让破碎随风若是我再听到有人敢妄议此事，心中的休怪刀剑无眼，如今还是惹祸上身。谁的身影忽远忽近，你过后的心回家，看得仔细。跟我回家。如何甘愿困在这场梦里？如何转身逃离？还是一层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究竟我好奇，如何管你怨你恨你念你？如何把你抱紧？多怕一缕春风惊醒了回忆，莫过不留痕迹。我已经声明，是我裴家不愿与平南王府结亲，退了婚事。凌波不渡，四息瘴瘍。哥哥以流言毁我清白在先，又偏要为我挣几分薄面，还真是好算计。这一局是我输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我所有的挣扎，在你眼中都很可笑吧？我怎么会觉得你可笑？妹妹是个聪明人，如若不撞一撞南墙，永远不会甘心。你不想死，你曾经与我交易，用你的一切让我救你。如今你想活得更好，又要拼了命的逃离我身边。你还没有达成目的，怎会甘心就这样去死？但像我这种生命尽毁的女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难道我不是你的退路吗？从小到大，凡你所喜，我都要赢；凡你所恶，我都得远。我早该明白，你想要的，从来都是我俯首称臣，心甘情愿。
裴总之，妄念不得，都开始在梦中求了吗？从小到大，凡你所喜，我都要赢；凡你所恶，我都得远。哥哥总是这样，但我不是鸟雀，我是一个要自由、有尊严、活生生的人。我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而不是在这个深寨之中作为你的玩物，两死残生。妹妹不想做楼中雀，竟要当林中兽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会将你的利爪一根一根的扒去，将你全身的傲骨一根根的尽数嚼碎。裴总之，你就真的宁愿寻死，也不肯应了我？哥哥总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可是这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至死也不会如你所愿。沈清堂，你可以讨好所有人，为什么不肯顺着我，爱我半分？或许因为我跟哥哥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坏，一样的睚眦必报，一样的钻进人心。我们这样的人怎配谈爱？所以，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是吗？我们之间从头到尾都是错。我知妹妹心冷绝情，可以在这个世上没有半分牵挂。若有一天你真的敢死，你所在乎的人，裴子期、蔡薇，还有你心心念念的燕城，都将为你陪葬。即便是错的，我也要留你在我身边。生相偎，死相依，生死不相负。公子是怎么了？无事。是清堂姑娘吗？您还没与她说清。白日里的流言不是您干的，甚至白日里您还为了她跟老夫人起了那么大冲突。公子也是一番苦心，为何不让姑娘知道，还生了嫌隙？在他眼中，我所作所为皆是卑劣，又何必让他懂我？只是此事一出，日后沈姑娘在裴府的日子，怕是更不好过了。流言一事，你去查查，到底是谁？是。河水，来日方长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为了一个女子垂头丧气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体统？什么来日方长？我若去了边境，必定3年5载，我哪还有机会再见到青桃啊？我看你就是个阿斗脑袋，10几年的兵书都白读了。《孙子兵法》36册，第8册，背。我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父亲，您是允我和青堂私奔啊？好了好了，稍安勿躁。
下你娘盯得很紧，你须得过些时才能回来。是，父亲。小姐，他们欺负人！谁欺负你了？我是心疼小姐。这几日我们去老太太那儿晨昏定省，她是日日不见。现在账房又要克扣咱们的月钱，哪有这么不给人活路的呀？那刘岩的事情又不是您的错。是啊。还有那大公子，平白无端的送2个门神过来，难道他也不相信小姐，不想让你离开这仙学院吗？采薇，若是他不派人过来看护，我们这仙学院，说不定哪天就会传出我蒙羞恣意的死信来。小姐，咱们离开这裴府吧。谈何容易！裴总之，你派人看护着，让我死不了，却也不多一份帮助。你是在等我先低头去求你？采薇，我想要配一副可以安眠的沉鱼落雁香，你那儿还有备料吗？有，还有很多呢。好，那就孤注一掷，全都用上。采薇，把他们捆去偏房，再放出风声，就说我们仙学院已经被裴府掌家人彻底抛弃了。你们不能进来！这是干什么？行路，行路，小姐，行路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肆！你如今不过是个有辱门楣的破鞋，我的名讳岂是你能叫的？我是裴府的姑娘，又何叫不得？就你这副残花败柳，早就一支玉臂万人指，一点中折万人肠了，还把自己当做裴府大小姐呢。花瓣胖子，裴景明送的吧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赖在裴府里，用你这淫贱身子再勾搭几个男人翻身。裴景明愿意在我落魄时凑过来示好，那是他的事情，管不管得住你的男人，那是你的事情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不走，那我便送你一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沈清堂，今日我为你设计了一出好戏。裴府养女樱花楼失贞，沦为破鞋，羞愤之下饮酒自醉，溺死于澡土，好叫人生前把你的身子睡烂，死后也能看到你的大好风光。我今日来是老夫人授意，你就等着陪葬。沈清堂，沈清堂，小姐已经去了。大夫说七夕全断，回天乏术，逝者为大，还请大公子不要再惊扰。滚！沈清堂，我们谈谈。再过一炷香的时间，给你发丧的人就要来了。倘若你还不醒过来，我不介意让大家知道我们俩做过什么。我更不介意让他们再看点自己的东西。裴宗之，不装了，利用假死来离开我，这便是你的选择。与其一边受尽屈辱，夹缝求生，一边又是你步步紧逼，被当作砧板鱼肉，我宁可舍出性命去死。
你这些手段，骗骗外人也就算了。妹妹生于临川，金江带湖，自幼水性极好，长于调香世家，调一味归西假死的药，并不难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记住方才的恐惧，沈清堂。一旦我再发现你要试图逃离我的身边，即便是你真的死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妹妹是知道的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说你去追我他干嘛？要害死我？我错了，我求你，我不该得罪堂妹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看在我还是贫家骨肉的份上放过掌掴他的是右手，把他按下水的手又是哪只手呢？住手！孽障！你这是想要裴家绝后吗？你说执意要杀，就杀老师好了。他要杀沈清堂，不过是一命抵一命，很公平。这时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说执意想要为他讨个公道，我依你便是。从今往后，天水巷之事，府中谁也不许提起，绝不会有任何人再刁难于他。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好啊，就依足我所言。不过，贱婢行路，谋害家人，裴景明任由杜甫为虎作伥，罪犯不查。从今日起，去庄子上思过，非死不得再踏入裴府半步。你也不是一个要求死的人，为何不好好喝药？兄长先前的交易可还算数？是不是只要我答应做你的女人，你就可以满足我一切的要求？一切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所有害我的人都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行路的惩罚还不够，那不如这样，加上他腹中的孩子，一尸两命，够不够？哥哥何必装傻？你我都知道，想让我身亡命陨的另有其人。果然是亲疏有别，流着一样吃人的血，才能够成为一家人。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我想要的，却一件都办不了。日后，我会用别的东西来补偿你。不必了，因为我想要的，永远是你给不了的。沈清堂，你一定要这样惹我不快吗？是你将我拉入了深渊，你竟然还敢奢望我来爱你，哄你开心，给你圆满。你受伤了，快去帮我找一些治伤的药来。你别在我这儿，要死去别的地方死去。让你失望了，这些伤还死不了。小姐，老夫人来看你了。你快走，不能让祖母看见，快走。我不。清堂见过祖母。
我知道从之护着你，但西院也受到了该有的惩罚。你该劝着从之一家人别再追究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清堂没事，就是昨日受了寒，现下有些腿痛。不过祖母我已经没事了。你早些歇息吧，改日我请宫中的大夫来给你瞧瞧。清堂，谢过祖母。啊。出去。伤太重，行动不便，今晚我就留宿在这里。裴从之，别动，就这样，一夜就好。就算你我此生同床共榻，心却永隔着千山万水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醒了就尽快离开吧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。看来伤口还是疼得轻呢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昨夜我说的承诺还算数，我不想失去世上仅剩的家人。你还有何所求？若想好了，随时告诉我。我想回灵川，过回8岁之前没有来到皇城那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有你，无你，我都情愿。又是一件办不到的，罢了，你走吧。让我想一想。叶叔，在。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辞官了，去过闲云野鹤的布衣生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，公子，您不会在说笑吧？朝堂少不了您这样的股肱之臣，裴府还要依靠您当家兴业呢，您怎么能走呢？说笑而已。吩咐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天水巷的事已经办完了，果然如您所料，平南王虽然已经离开，但在城中留了许多耳目，伺机混进裴府，都已经处理过了，不会令平南王那边起疑。平南王拥兵自重，狼子野心，他的目标是沈清堂身上的藏宝线索。找个妥帖的人看住他，不要让他离开这里。是。至少在这个裴府，我还能护他无虞。老天爷开眼了，成亲了，成亲了！怎么了？天水巷新来的花魁游街，据传她的相貌跟小姐十分相似。如今大家都传言说当初是有人看错了，将她认成了您。唉，现下小姐的污名终于能够洗清了。难得老祖宗生辰，好久没有放天灯喜宴了。妹妹近日在宫中过得可还好？
你还想着关心我？我虽在宫中，却听闻你与燕城世子因为流言失去了好姻缘。今日呢，是大哥特意向楚君求情，我才能回家省亲陪你说说话的。大哥待你真的好好啊！待会儿这祈福祝词呢，你可得比别人多写几句。裴从之，我们来这些年你对我的无度偏宠，若是永远只在兄妹之间，该有多好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